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说起来那叫一个戏剧性，简直就是国际版的。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想薅我羊毛，甚至还想给我来个背刺。这个故事的主角啊，这个一方是美国，另一方是韩国。大家都知道啊，这俩国家啊，在这个国际上那是出了名的铁哥们儿啊，军事同盟啊，经济上也是你来我往，关系是好的不得了。就在不久前啊，这个韩国的新总统李在明，那可是风风光光的去了趟白宫，跟这个特朗普见了面，俩人往那一站啊，那叫一个亲密无间啊，相见恨晚啊。韩国这边也是诚意满满，当场就拍了板，大哥，为了支持你的制造业回流计划，我们韩国企业准备了上千亿美元的投资，这不就是他最想要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剧本吗？可是谁能想到呢啊！这笑脸相迎、称兄道弟的场面才刚过去2星期，连当时的通稿估计还热乎着呢。美国那边咣一记大耳光就扇过来了，直接扇到了韩国人的脸上。那这一下呢，把这个整个韩国给扇懵了。话说当地时间9月4号，在美国的佐治亚州一个巨大的工地上，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干活呢。这地方可不一般哦，是韩国现代汽车和 LG 新能源合资建的电池厂，投资几十亿美元啊，以后要给这个现代、起亚这些电动车提供心脏电池。这可是韩国对美投资的旗舰项目啊，是给这个美国县里工程的样板间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几十辆车呼啸而至啊，车上下来一帮穿着制服、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他们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ICE。那这帮人一冲进工地二话不说，见人就查，当场就跟抓贼似的逮捕了475名工人，说他们是非法移民。那这475人里有大约300人是韩国公民。你想想那个场面前一秒还在拧螺丝看图纸的韩国技术工人们下一秒就被戴上了手铐，像犯人一样被锁上锁链，排着队押上了大巴车。那个场面通过这个媒体的镜头，瞬间就传遍了全世界。这一下韩国国内可就炸了锅了。怎么回事啊？我们是来帮你们建厂的，是来投资的，我们的人怎么就成了非法移民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一打听问题是出在签证上。原来这些被抓的韩国工人大部分拿的要么是这个 B1 商务签证，要么是通过一个叫 ESTA 的电子旅行授权入境的。那说白了这两种都是给短期商务旅行或者是旅游的人准备的呀。你来开个会、谈个判、旅个游，那最多待个90天，那绝对没问题啊。但是呢，这法律上规定，你不能拿着这种签证在工地上长期干活，那属于打黑工。这个消息传回了韩国，那简直是平地一声雷啊！所有的报纸第二天的头版头条全都是这个事儿特别是那几张照片，杀伤力太大了。一张照片上，一个韩国工人双手举过头顶，贴在大巴车上，等着搜身检查，那姿势真是充满了屈辱感另外一张照片，工人们排着队，手腕上锁着锁链，低着头被押走。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甚至还搞到了拘留所里面的照片说那地方长满了霉菌比这个监狱还糟糕。你想想，韩国民众看到这些画面，心里是什么滋味前脚我们总统刚从你家回来，带回来几千亿美金的投资大单，我们是把这个真金白银的送到你美国去了。结果呢，后脚你就这么对待我们的人，把我们的技术专家当犯人一样对待。韩国的社交媒体上那是一片骂声有家报纸叫《每日经济新闻》，还登了一幅漫画画的那叫一个辛辣漫画里一个韩国人抱着一箱子钱，毕恭毕敬的送给美国。结果一抬头，这对面站的是手持大棒的特朗普和正在抓捕韩国工人的移民执法局特工。那这幅画把韩国人那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憋屈和愤怒那是表现的淋漓尽致这首尔有位大学教授叫金泰亨，他对着记者说了一句火遍全网的话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说大部分韩国人都没法抑制自己的愤怒这话真是太到位了，就是背叛感我们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帮你，结果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
这愤怒啊归愤怒，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事吧，他还透着一股子憋屈的无奈。为啥这个韩国公司要用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派工人过去呢？这里面啊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韩国一家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张相直，他就把这个事儿给点透了。他说啊，这个美国啊要求我们去投资去建厂，这没问题啊。但是呢，他有要求我们建厂的时候啊，只能雇美国人。那说实话，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哎，你想，现代和 LG 这个电池厂，这里面用的都是韩国最先进的技术、最复杂的设备。那这些设备怎么安装、怎么调试、怎么把生产线跑起来，谁最懂啊？当然是韩国自己的技术人员呀！哎，你总不能随便在佐治亚州的大街上找个电工，跟他说：“嘿，哥们儿，来，帮我把这个价值上亿美元的韩国最新款电池生产线给装一下吧。”那不现实呀！所以在这个工厂建设的初期，必须得有大批的韩国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在现场指导。可是呢，你要给这么多人办正式的美国工作签证，那个手续啊，它又慢又复杂。等这个签证办下来，黄花菜都凉了，这工期根本等不及啊。所以这个很多韩国公司啊，就走了个捷径，让这个技术人员啊办了个商务签或者是旅行授权先过去，想着赶紧把最关键的活给干完。那这种做法啊，在这个国际工程项目里啊，其实是挺常见的潜规则，大家都是心照不宣。但是问题是，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政府是不按套路出牌啊，他直接掀了桌子，把这个潜规则给捅破了，这就让韩国企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遵守你的法律，我的工厂就建不起来，项目就得拖延；那不遵守吧，你又来抓我的人，合着我这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啊，就是给你送人头的。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啊，美国那边到底是咋想的呀？他们不知道这样会得罪韩国这个大金主吗？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是特朗普政府的内部矛盾，移民的和搞经济的打起来了。但是没过几天啊，大家都看明白了，这哪是意外啊？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杀鸡儆猴。事发3天后，也就是9月7号，这特朗普亲自下场了。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了篇帖子，那话说的充满了交易的味道啊。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所有来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们啊，你们都看好了，佐治亚州这事之后，我得提醒你们，请尊重我们国家的移民法。然后呢，他话锋一转，又给了个甜枣：我们欢迎你们投资，也鼓励你们把最牛的技术人才合法的带过来，我们会给你们提供最方便的合法渠道。最后图穷匕见啊，他提出了真正的要求。那作为回报，我们要求你们呀，必须雇佣并且培训美国工人。看明白了吧？这就是一出大戏啊！先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抓捕，把这所有的外国公司都给吓住，这就是杀鸡。然后呢，这特朗普再出来发话，告诉你们这些猴子啊，以后该怎么做。钱呢可以带过来，顶尖的专家也可以带来，但必须走我指定的路，必须把这个工作岗位、把技术培训留给美国人。而且呢，就怕你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他的边境沙皇，一个叫霍曼的强硬派人物，紧接着就上了 CNN， 公开宣布以后啊，像这样针对工作场所的执法行动还会有更多。他还解释了，说这些公司雇佣非法移民就是为了压低工资、搞不公平竞争，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一下所有人都明白了啊！哎，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误会啊，而是一次清晰的、强硬的政策宣示啊！这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啊，韩国政府是真急的啊！立刻就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外交灭火，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现代在佐治亚州的这个超级工厂施工被紧急叫停了。这可不是小事啊，整个生产计划都得往后拖。这个工厂原本的设计产能啊，是1年能造50万辆新能源车，未来10年呢能提供超过1万个工作岗位。那现在一停工，这些都成了泡影啊！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等着就业的工人都得跟着受影响啊！韩国政府这边也是急得火上房，总统秘书市长赶紧出来表态啊，说我们已经跟美方交涉好了，等办完手续啊，就派一架包机把我们的人都接回来。这个姿态啊，一方面呢是安抚国内的民众，另一方面也是赶紧把这人捞出来，免得在里面受罪。但是企业那边啊已经被吓破了胆 ，LG 新能源公司啊，它立刻就暂停了大部分前往美国的商务旅行，还发内部通知啊，建议已经在美国出差的员工，要么你就赶紧回国，要么你就待在这个住所，别出门。
这就不是信任破裂的问题了啊，这已经是实实在在的恐惧了。特朗普那边呢，也是出来打圆场了，他对着记者说：“哎呀，美韩关系好得很呐，这事儿不会影响咱们两国关系的。”他还说会关注被抓的韩国人的情况，听着是好话，但是感觉更像安抚，毕竟事儿是你的人干的呀。但是朋友们，这个事儿真的就能这么轻易过去吗？人可能是接回来了，工厂呢可能过段时间也会复工，但是呢，那种被背后捅刀的感觉，那种信任的裂痕是很难弥补的呀。哎，你想想，其他的韩国大企业，比如这个三星 SK 集团，他们手里也攥着大把的对美投资计划，现在看到了现在的遭遇，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啊？他们会不会重新评估在美国投资的风险？会不会觉得这个合作伙伴有点靠不住，说翻脸就翻脸？所以朋友们，这个事儿真的能这么轻易的过去吗？人呀可能是接回来，但是特朗普政府这一记响亮的耳光和随后的公开警告，已经给所有在美投资的外国公司心里面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这个史无前例的大抓捕抓的不仅仅是几百个韩国工人，它更像是一个冰冷的信号告诉全世界，欢迎你来美国投资，但是你必须按我的规矩来玩，否则佐治亚洲现代工厂的今天可能就是你家公司的明天。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那你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